朋友们好，这节课我们分析影响固相反应的因素。由于固相反应过程涉及化学反应和物质输送等若干环节，因此影响化学反应和扩散的因素，例如反应物的化学组成、特性、温度、压力等等，均影响固相反应。首先，我们分析反应物化学组成与结构的影响。反应物化学组成与结构是影响固相反应的内因，是决定反应方向和反应速率的重要因素。反应物的结构状态、质点间的化学键性质以及各种缺陷的多寡，都将对反应速率产生影响。在生产实践中，我们往往利用多晶转变、热分解和脱水反应等过程引起的晶格活化效应来选择反应原料和设计反应工艺条件，以提高生产效率。利用氧化铝和氧化钴生成钴铝结晶石时，采用轻烧氧化铝，而不是采用较高温度下死烧的氧化铝做原料，两者的反应速度可相差近10倍。这是因为轻烧氧化铝存在进行转变，物质在相转变温度附近，质点可动性显著增大，晶格松解，结构内部缺陷增多，故而反应和扩散能力增加，所以进行转变大大提高了氧化铝的反应活性。接下来我们分析反应物颗粒尺寸及分布的影响。反应物颗粒尺寸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我们在学习杨德尔方程、金斯特林格方程时给大家讲过。反应速率常数 k 值是反比于颗粒半径平方，也就是说，其他条件固定不变，反应速率受到颗粒尺寸大小的影响。右图是不同颗粒尺寸对碳酸钙和氧化钼在620度反应速率的影响。可以看出，颗粒尺寸越小，反应速率常数 k 值越大。颗粒尺寸还改变了反应截面、扩散截面以及颗粒表面结构等。颗粒尺寸越小，比表面积越大，反应界面和扩散截面也相应增加，因此反应速率增大。渐强分布曲线变平，弱键比例增加，故而使反应和扩散能力增加。需要强调的是，同一反应体系由于物料颗粒尺寸不同，其反应机理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属于不同动力学范围控制。例如刚才说的碳酸钙和氧钼反应，当碳酸钙颗粒大于氧化钼时，反应由扩散控制；若氧化钼颗粒尺寸大于碳酸钙颗粒尺寸，且碳酸钙过量，则反应由氧化钼的升华控制。我们在分析反应温度、压力与气氛对固相反应的影响。反应温度升高，质点热振动动能增大，反应能力与扩散能力均增强，有利于固相反应进行。无论是扩散控制的还是化学反应控制的固相反应，温度的升高都能够提高扩散系数或化学反应速率常数，并且由于扩散活化能 Q 小于化学反应活化能德尔塔 Gr， 所以温度的变化对化学反应影响远大于扩散的影响。压力是影响固相反应的另一外部因素，并不是压力大了固相反应就加快，应分为两种情况。对于纯固相反应，压力增大可缩短颗粒之间的距离，增加接触面积，从而提高反应速率。但是有液相、气相参与时，扩散过程并不是通过固相粒子直接接触进行的，因此提高压力并不一定能促进反应进行。气氛的影响，气氛可以通过改变固体吸附特性而影响表面反应活性。学习扩散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了气氛可以影响扩散，所以气氛就可以影响固相反应。矿化剂及其他影响因素，矿化剂就是在反应过程中不与反应物或反应产物起化学反应，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着反应的某些环节。矿化剂可以与反应物形成固溶体，活化晶格，反应能力增加。矿化剂还可以与反应物形成低共熔物，这样体系在较低温度下出现液相，加速了扩散和对固相的溶解作用。矿化剂还可以与反应物形成活性中间体而处于活化状态。矿化剂离子对反应物的极化作用，促使其晶格畸变和活化。例如碳酸钠和三氧化二铁反应体系中加入氯化钠，可使反应转化率提高约 0.5 到 0.6 倍之多。当颗粒尺寸越大，这种矿化效果越明显，
总的来说，矿机的机理复杂多样，但都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各项反应过程中去。这次课我们从物理化学角度分析了影响各项反应速率的因素。实际生产或者科研过程中，影响因素更多、更复杂，我们要逐渐学会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